夏天的时候，有朋友问洛杉矶热不热？其实这不好回答，因为我刚从市区北部搬到南部的海滨，相差不过20英里，北边是38度，这里是25度。原来南加州的天气是从沿海地带往内陆，每进1英里，气温基本上升高1度。冬季的差别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沿海一带要暖和得多。洛杉矶这个城市的天气很复杂，这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因素造成的。洛杉矶坐落在太平洋东岸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。在这片开阔的盆地中，有丘陵孤地。一般提到的洛杉矶，是指洛杉矶县 （County）。其实叫郡可能更合适，因为它比市大，管辖大大小小的88个城市。市与市之间呢，根本没有界限，隔一条街，你可能就在另一个城市上睡了。洛杉矶县比北京市现在的面积略小一些，有18000多平方公里。你可能听说过，在洛杉矶春天的同一天，上午可以上高山滑雪，下午可以到海边冲浪，毫不夸张。今天是周末，4月1号，出城20英里到 White Mountain 或者 Mountain High， 这2个滑雪场人满为患。这可不是愚人节的玩笑，今年的降水太好了。你也听说过吧？洛杉矶夏季这大半年是不下雨的，一年200多天晴空万里。按说没有什么天气变化，可是不同的地区气温的变化却很大。天气预报要把它分成5个气候带，可以叫做洛杉矶的5重天。第一重是沿海地带的天气，这是西太平洋的海洋气候，沿着1号公路的岩石海岸世界闻名。沙滩上的冲浪游戏让人流连忘返，海水是一个巨大的恒温宝库，围绕着它，气温变化不大，冬暖夏凉，还有海风清爽湿润。这一带的民居建造的时候都没有中央冷气，但是这几年来温度不断升高，不少人家开始装冷气了。那么向北10多英里进入市中心一带，这是海拔不高的盆地，包括东边华人聚集的圣盖博、阿坎迪亚。这里夏季炎热，日常温度常常超过30度，能达到40度。但是只要太阳落山，温度就降下来了，所以睡觉基本上不需要冷气。然后是内陆谷地，这第3重天就更热了，这包括 Encino、North Hollywood、San Fernando。进入山区，洛杉矶被山脉环绕，山区气候与海岸地区完全不同，冬天结冰积雪，夏季凉爽干燥，秋天的时候就容易爆发火灾。洛杉矶以东是著名的沙漠地区，第5重天了，气温极高，夏季白天温度经常能达到40度以上，但是沙漠地区的夜间温度会大幅下降。这包括羚羊谷、棕榈谷，这些城市多数被自然地形划分地界，这里的居民呢也不少。雨天在洛杉矶的每个地域都是赏心悦目的，因为基本上只有冬天的几个月下雨。洛杉矶是没有自然河流的大都市之一，从地图上看到的洛杉矶河现在只是一条水泥筑成的人工渠。曾经的洛杉矶河源自附近的山脉积雪和小河积水，如今呢基本上靠 Colorado River 分配过来的水流。在山区，水流就是这样在泵水站一段一段的输送。上个世纪初，城市发展，人口增加，
为了减少水流渗漏，政府一抽筋儿，就把水库流入市区的河床给改造了，把它改造成一条单一的混凝土隧道。如今知道这是对生态系统的极大破坏。首先，它摧毁了河流的物理和生物的多样性，使得许多河流动物和植物失去了栖息环境和食物的来源。它增加了洪水危险，因为断绝了土壤的自然水吸收和分散的功能。暴雨袭来时，水流会加速下冲，流向海洋。混凝土化的河床不再具有自然的过滤和净化功能，所以水质下降，污染物和化学物质增加。混凝土的河床会反射阳光，使得城市的表面温度升高，增加了热岛效应的风险。政府的大手笔要是忽略了科学考量，那么承受负面后果的是他的好几代的市民。这在哪里都一样。回到天气，说真的，我喜欢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，而且我看的新闻台基本上固定在 ABC， 就是因为它的气象员实在太棒了。天气预报在半个小时的新闻节目里不到5分钟，每天大概要播放4、5次，早上、下午和晚上。ABC 的首席气象家 Dallas Rains， 他讲的是大洛杉矶地区的天气，这包括洛杉矶县和周边的城县、河滨县、Ventura 县这一大片地区。Dallas 在 ABC 的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30多年了，自己创造了铁饭碗。他的播放用幽默的方式讲解，你真能感受到他的敬业。他总是第一个使用最新的科技知识和技术，提高视觉效果。他参照100多年的气流气象数据来形象地推理预报未来7天这个气团的走向。降雨的区域小到某片区域，准确度很高。他也会讲解全美国的气象动向，为旅游的人着想。他的经验还在于行走于加州的各个角落，探索当地的地形和地理特征。这些经验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加州的气象条件，在节目里能生动地讲解天气知识。他不仅是个气象专家，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。ABC 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成为加州最受欢迎和信赖的预报之一，他因此获得了许多奖项。什么是成功？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。这在于专注、认真，从小事情开始，一件一件的做好。